说出来你敢信吗？满大街随处可见的银杏树，居然是记录在册的濒危物种。甚至有一些植物专家表示，事实上银杏树已经绝种了。这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回到2亿年前的地球上，那时候的 BOSS 是恐龙，梁龙肯定吃过银杏树的叶子，食肉的霸王龙也在银杏树皮上蹭过痒痒。没办法，谁让当时的银杏树分布很广呢？相比于恐龙，银杏的出现时间还要早将近1亿年。从恐龙称霸地球，再到后来走向灭亡，银杏都亲眼见过并经历了。它虽然没有像恐龙那样被团灭，可地球上急剧变化的环境还是对整个家族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到了白垩纪晚期以后，原先显赫的家族已先后凋零，作为裸子植物的银杏，彼时在地球上已不再具有任何优势。崛起的被子植物成为植物界新型的豪门，银杏这个遗老在当时看起来也撑不了多久了。从古晋纪开始，银杏先是被赶出了北美，而后又被驱逐出了欧亚大陆的高纬度地区。在这期间，它勉强撑过了渐新世，而后又撑到了中新世的末期。等到了上新世晚期，欧洲大陆上的银杏已被彻底团灭，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，家族里的各个成员也在灭亡。此后的地球又开始经历第4纪冰河时期，银杏的生存空间再度萎缩。就在这期间，恰恰有一个区域内受到气候和冰川的侵蚀相对较小，银杏家族残存的最后成员就躲在这片区域内，耗过了气温整体偏冷的时期。等到大地再次回暖，虽然周围完全都是陌生的植物种类了，但银杏好歹还活着。这片救了他命的土地就是中国，确切地说是现在的华东、华中和华北地区。从此之后，银杏家族中仅剩的这一脉就成为我国独有的树种。又经历了200多万年的沧海桑田之变，地球上其他地方关于银杏曾经存在的印记都被抹除。等到人类出现，尤其是后来文明出现以后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不知道银杏为何物。一直到近代社会，随着银杏过去的化石被发现，人们才知道它在2亿多年前家族成员庞大，遍布世界各地。正所谓往事不堪回首，这仅剩的遗老也就成了见证过地球历次大变迁的化石。中国曾是银杏最后的避难所，现在又走向世界，真的是从日本出去的吗？在生物学领域，有结遗物种以及结遗地之说，前者指的是在地球大变迁过程中的残留物，后者则是指在地球变迁的过程中该物种的存身之地。因此，结遗地又可以简单理解为末日避难所。毫无疑问，我国是银杏曾经的避难所。在地球气候重新变得温和之后，它又逐渐从原先避难的地域开始逐步向更大的范围扩散。时至今日，这世界上的银杏又到处可见。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，目前能够确立银杏在我国避难的主要为3个集中区域，一个区域位于华东，天目山是这个区域的中心；一个区域位于华西，金佛山和贵州的雾川为分布带；还有一个区域位于华南，主要是在广西新安和广东的南雄。这些区域内的银杏究竟是哪一支脉从国内又逐步扩散到了国外？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很大争议，因为除了这些主要分布的区域之外，国内诸如大巴山以及大红山一带也分布有混合种群。而且除了不能确定源头，目前关于野生种群的分布也有争议。由于目前大量的银杏都是人工移植，所以野生种群数量少，这没有争议。有争议的是它的分布区域和数量。2014年以来，相关的研究人员已经从全球各地搜集了545种银杏样本，最终能确立的是，这些目前已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银杏树都是最早从我国走出去的。至于它们具体是从哪个区域内传出去的，目前还有争议。不过可以基本确立的传播方向是，银杏树先从我国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，而后国内的树种又进一步传到了欧洲和美洲。
此前之所以有观点认为天目山的银杏树种群是人工栽植而非野生，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树的年龄很长，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树龄，很难让后人区分当初它究竟是野生的还是某个人种下的。而且天目山自古以来的佛教活动有延续性，也确实有些银杏树可能是千年之前的古人栽种下来的。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事实，即银杏树的寿命非同于其他树种。银杏随便就能活上1000年，现在满大街都能见到，为什么专家非说它灭绝了呢？在我国的传统中，银杏有公孙树之称，这个称谓的意思说的正是银杏树生长极其缓慢，一棵树种下，从长大到结出果实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，等到这棵树开始大量结果，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。也因此，当年的种树人等到他的孙子辈能摘银杏果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老公公，所以才会有公孙树此名称。现代研究发现，银杏树的年龄普遍能达到1000年以上。之所以如此长寿，是因为银杏树中含有抗氧化、抗病菌等多种物质。除此之外，银杏的基因中没有衰老的启动指令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自然环境下，只要不刻意去破坏它，银杏几乎能达到永生的状态。所以在地球经历的数次大变迁中，它才能一次又一次活了下来。然而，针对目前银杏整体的生存状态，生物学界又有不同的看法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银杏就被列为了濒危植物。时至今日，它依旧处于极危和受威胁的物种。而在大众的眼里，银杏树似乎到处都是，那它又怎么会跟濒危扯上关系呢？其中的主要原因有2个方面。首先，人工栽种的银杏虽然不少，但野生银杏种群并不多。多年来，围绕野生种群的数量一直有争议，这一数量不多且没有发现新的分布。哪怕是在有野生种群的地方，新的野生树种并不多见，甚至没有。其次，人工栽种的银杏树存在近亲繁殖的问题，因为这种模式没有多样性，在栽种的过程中，基本上是从原有单一的树种扩散开来的，种群越大，就越会存在近亲繁殖产生的风险。也因此，有生物学家担心，假如有一天自然界突然出现了一种针对银杏的疾病，由于缺乏多样性的这层天然保护层，所有人工栽种的银杏树可能都会被感染而死。正因为存在这样的风险，所以有观点认为，银杏这个古老的树种已经被卷入灭绝的漩涡。然而，也有观点不这么认为，原因是通过研究银杏的基因组，发现其遗传变异的特性正在提高。从现实层面来看，各地对于银杏的保护和种植都有多种举措。比如通江县内的银杏育种基地就超过了1000亩，植物学家下一步要做的是结合野生银杏，培育出更多更优质的品种来。看来，要想让这棵2亿多年前的树继续繁衍，人类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